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宇宙中会恰好出现我？你不要觉得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哦。你想啊，这个宇宙完全可以是一个没有演化出任何智能生命，因而完全不会被观察者观察到的荒凉宇宙。但是这个宇宙居然演化出了我们人类这样能够观察这个宇宙，并且试图去理解这个精妙宇宙的观察者。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这是让数不胜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绞尽脑汁的大问题。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宇宙的最不可理解之处是它居然能够被理解。宇宙能被理解是个奇迹。是啊，你不觉得很奇妙吗？就这个宇宙完全没有义务被理解，但是这个宇宙中居然存在着能够观察并理解它的观察者，似乎这个宇宙想要被观察到。你想啊，如果这个宇宙根本不会演化出我们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去观察它，那么这个宇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像一朵开在山间的野百合，它在山间自开自落，却无人问津。如果从未有人来看过它，它曾经盛开时绽放出来的美丽光彩，还是美丽的吗？这么说或许有太多文学意味啊。我们今天更多是想在科学层面探讨这个大问题。我们说这个宇宙似乎需要被观察到，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就这个宇宙的一些最底层最基本的物理参数，似乎就是为了演化出能够观察这个宇宙的智能观察者而被刻意微调过。这就是宇宙微调。我们这期节目就先从宇宙微调说起。在介绍宇宙微调之前先说明一下，本期大问题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真是一个三两句话说不清楚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把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才能把握这个问题的精妙所在。所以本期节目的篇幅不会太短我们首先会介绍宇宙微调，也就是说呢，这个宇宙的基本参数好像就是为了演化出人类而被刻意微调过。然后为了解释这么个神奇的宇宙微调现象我们会介绍人则原理作为宇宙微调的解释。人则原理呢分为强人则原理和弱人则原理，我们会分别介绍一个强人则原理的代表学说，也就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一个弱人则原理的代表学说，也就是多元宇宙学说，以及一个反人则原理的代表学说，波尔兹曼大脑学说。最终需要你来评一评哪种学说更好的回答了本期大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先从宇宙微调说起。说到这个宇宙的秩序是多么精妙你要是年轻气盛，啥都不懂不懂物理学，不懂宇宙学，你可能没什么深切的感知。但是当你年纪渐长，知道的越多，你就越会倾向于这个宇宙是有一个设计者的说到这个呢，咱们还是需要引用一下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那段著名的发言如果你问我说是有没有上帝呢，那么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没有。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这你看了这个麦克斯韦方程式，这妙不可言，它不可能是偶然的，偶然你不能搞出来这么妙的这个东西。那么所以这些这么不偶然而力量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东西是哪来的呢？我现在90多岁了，我这个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是在改。在20岁的时候，我会对于把这个造物者或者是自然形象化呢是坚决反对的。可是我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呢，这个反对这个的动力在降低。那为什么缘故呢？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自信心变小了，因为看见的东西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自己觉得能够把这东西贯彻的了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么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就是比较多有宗教感，我想是一个正确的讲法。好，听完杨老的发言，那杨老说的那个所谓的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它到底妙在哪呢？它到底有多妙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科普一下宇宙微调，它到底微调了个啥？我们要知道现代物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中的科学，成为所有科学中最硬核的内核它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能够写公式的，对吧？也就是在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之上，通过数学推导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大厦，然后据此就能解释世间万物了。
我们要知道啊，物理学家一直想给整个宇宙搞出一个大一统理论，或者叫做万有理论，就是能够把什么广义相对论啊、量子力学整合在同一个理论模型之中啊。其实也就是把刚刚说的现代物理学最让人引以为傲的那个特点发挥到极致，用一个简洁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宇宙万物。这个爱因斯坦晚年就一直试图提出一个统一理论啊，当然他晚年就一直耗在这件事情上，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成功。不过呢，目前的物理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一个阶段性的准万有理论，叫做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囊括了夸克、氢子等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也囊括了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这些物理的基本相互作用。除了没法解释引力啊，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可以用这套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和基本相互作用来解释。但是问题来了啊，就在这个标准模型中呢，物理学家们惊奇地发现，有20多个底层的自由参数是没有道理就被设定成这样的。那啥叫自由参数呢？就是说这些参数啊，它不是计算推导出来的，它只是恰好的取了这个值，没啥道理可言。这就好比说呢，这个通过数学而推导出来的物理学大厦，它最关键的一些底层的部件，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那为啥又叫自由参数呢？这就是说啊，这些参数的取值啊是可以自由调节的啊，它们并不是非得取这个值啊，它们取别的值的话，这个物理学标准模型依然是自洽的。也就是说呢，这些参数取别的值的话，这个宇宙依然能够自洽的存在。但是只要这个自由参数哪怕是变动一丁点啊，这个宇宙就不会演化出生命，甚至不会产生星球，甚至连化学变化都不会发生。但是呢，这样的荒凉宇宙啊，完全是可以存在的呀。那么问题就在于，是谁把这些可以自由调节的参数调节到这种允许发生化学变化、允许产生星球，乃至允许演化出智能生命的不多不少正好的数值呢？这么说太抽象了，我们举具体的例子来说啊，我们都知道啊，精细结构常数阿尔法是量子电动力学的一个关键常数啊，用来表示电磁相互作用中电荷之间耦合的强度，它在标准模型中也就是电磁耦合常数，所以呢，任何电磁现象都取决于这个精细结构常数。但是问题在于，精细结构常数啊，它不是算出来的啊，就是你写好方程以后啊，你必须手动输入这个数值啊，这个数值是实验测定出来的，实验测定出它的值是 137.035999/139啊，这个数值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哦，为什么呢？如果阿尔法的取值比现在这个取值偏差个 4%， 宇宙中就不会有稳定的碳元素存在。我们都知道啊，碳元素是构成我们现有生命的必要元素。那至于为什么这个精细结构常数非得取 137.035999/139呢？不知道，没有任何道理。再比如说呢，上夸克和下夸克的质量也是标准模型里面的自由参数啊。我们都知道啊，世间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是由电子和原子核构成的，而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夸克组成的。区别就是呢，质子是由2个上夸克加1个下夸克构成的，而中子是由2个下夸克加1个上夸克构成的。刚刚说了，上夸克和下夸克的质量也是自由参数啊。下夸克的质量的取值呢，目前被设定的比上夸克大一些，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子的质量仅比质子大 0.1% 左右。而这 0.1% 的差别非常重要哦，否则的话，质子就会衰变成中子，就不会有稳定的原子核，而这就意味着这个宇宙就没有化学变化发生。但是这个宇宙并不要求必须要有化学啊，没有化学的宇宙一样可以自洽的存在啊。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上夸克和下夸克的相对质量就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正好的状态呢？我们再来广义相对论里面的基本物理常数举例子啊，就比如说引力，如果这个宇宙的引力稍微强一点点，那么恒星就会变得很不稳定，很快就会被燃尽。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引力稍微再弱一点点，那么恒星内部的压力就不够，根本就无法发光发热。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引力正好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正好的状态呢？这引力只是其中一环啊，与此相关有太多其他因素需要和引力配合才行。比如说宇宙膨胀，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引力是把物质聚集在一起的力量，而相反呢，还有一股让宇宙膨胀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于暗能量。如果暗能量的作用稍微再强一点点，那么宇宙中的物质就没法受引力的影响而聚集成星球。那如果暗能量的作用稍微再弱一点点，那么大爆炸以后的宇宙很快就会再次缩回去。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暗能量的作用正好就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正好的状态呢？
好了，这些基本的物理常数还有很多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刚刚提到的什么精细结构常数变动4%就怎么样啦，什么质子的质量变动0.1%就怎么样啦，这都有个前提啊，那就是在其他参数都不变的前提下，仅仅是这一个参数变动了一丢丢，生命就没有啦，星球就没有啦，化学就没有啦。这就意味着这些物理常数的巧合可不是相加的关系哦，而是一环套一环的相乘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不同的物理常数一环套一环的组合起来以后，那可供选择的区间就更小了，哪怕是差一点点都不行啊。这物理学家李斯莫宁推算过啊，就是如果这些基本的物理常数是随机选择的话，那么要随机摇号摇出一个能够演化出智能生命的物理常数的套餐组合，这个中奖的概率是10^229，就是1后面跟229个0分之一。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中奖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宇宙的所有参数的组合就正好的落在极其狭小的黄金区间里面呢？那这是不是说明，为了使得我们人类这样的智能生命的出现，一个更高级的智能设计者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早已微调过这些物理常数，使得它们都非常精准的落在了黄金区间里面？这就是宇宙微调。哎呀，有时候想想啊，这个微调现象真挺神奇的，真的啊，这个宇宙还不是有一点巧的问题哦，而是太省略号太巧了，巧到让人不可思议。那这种宇宙微调呢，通常会被一些形而上学家或者神学家拿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啊。当然，这个上帝也并不一定非得是一种宗教性的那种人格化的上帝啊，也可以像是杨振宁先生说的那种更高级的设计。那这种对更高级的设计者的证明，就是一种设计论证明啊，也叫做目的论证明啊。我们之前有一期讲这个上帝的存在的证明与反驳的节目中介绍过这种证明啊。这种设计论的证明的底层思路就是说啊，这个宇宙的秩序啊太巧合了，超乎寻常的巧合到很难认为它是偶然产生的，巧合到它是由更高级的设计者刻意设计出来，才算是对这种巧合的一种符合奥卡姆剃刀的一种最佳解释。但是呢，对于这种设计论或者目的论的证明呢，有一种王牌的反驳，那就是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啊，或者翻译叫做演化论。这个演化论就是说啊，我们可以承认，这个世界的秩序还是蛮精妙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秩序非得由设计者安排出来吗？并不是的啊，按照自然选择的逻辑呢，大自然没有人格，没有目的，并不是有一个设计者故意要把大自然设计得如此精妙，而只是通过试错的算法。也就是说呢，环境会发生各种变化，生命体也会发生各种基因变异，这些变化和变异都是偶然的、无目的的，是没有方向的，变化成各种各样的样态。其中不能适应环境的生命就会被筛选出局，而能够适应环境的生命就会选择下来、遗传并且放大。那么在亿万年时间的试错迭代之下，这个星球上所幸存下来的生命都特别适应环境，而不同的物种与物种之间也能够互相适应，所以显得世界的秩序十分精妙。但是你要知道啊，你看得到的是被试错筛选下来的世界显得十分和谐精妙啊，好像有个安排一样，而你没看到的是那些在试错算法中被淘汰出局的那些牺牲品。自然选择对这些牺牲品可不是十分和谐的哦。所以呢，你如果只是从一个马后炮的视角来看待这份和谐的世界，试图为这份和谐找一种特殊的解释，这只是幸存者偏误造成的自作多情而已。而这个幸存者偏误的意思就是说啊，由于人们只关注那些成功或者幸存的样本，而忽略了那些失败或未能幸存的样本，从而就会造成一种偏误，就误以为现存的生命体之所以演化得如此精妙，就好像被谁刻意安排或者设计过一样。但其实演化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再额外需要一个有目的的设计者，只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试错算法就能自行演化出一种复杂的秩序。也就是说，演化论推翻了目的论。这后世的科学家们呢，把达尔文的这套演化的逻辑扩大到了非生命的物质世界里面，只要是会发生变化的东西都可以用自然选择的逻辑来解释，无需额外再附加一个设计者。因此呢，整个宇宙都是自行演化出来的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到宇宙演化成一锅粥，然后再到原子的出现，再到恒星的出现，再到比如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的出现，再到生命的出现，再到出现了人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自行演化出来的，并不需要一个设计者来安排。
那这么看来的话，这宇宙微调现象也可以用演化论来解释喽。也就是说啊，宇宙诞生到今天已经138亿年了，这么久的时间不断的试错，仅仅通过自然选择就会让这个宇宙演化成一个适合智能生命出现的宇宙喽。这就相当于中彩票头奖的概率虽然很小很小，但时间足够长啊，买了138亿年，怎么着都该中奖了吧？那这么看来的话，自然选择好像也可以解释宇宙微调喽。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你们觉得像杨振宁这样的大科学家，他难道会不知道达尔文的演化论吗？他难道会不知道任何精妙复杂的秩序都可以在自然选择的逻辑下试错迭代出来吗？那当然知道啊。但问题在于我们要搞清楚演化的前提是什么？是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对吧？然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之下变得越来越适合生存。但是请问什么叫物理常数？这常数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变量，它是不变的量，所以才叫常数嘛。这就好比说现在的光速是29979万2458米每秒，怎么着？难道110年前的光速就比现在更年轻一点，所以跑得更快一点？我们要知道生命是可以演化的，宇宙环境也是可以演化的，但是物理规律和物理常数是自从宇宙诞生起就是恒定不变的。这就是说，自然选择对解释物理常数不起作用。那这一下呢，确实就把这个演化论者直接就给整懵了。这宇宙微调论就把自然选择的武功给废掉了。这就是说自然选择解释不了宇宙微调。我们之前说了，演化论推翻了目的论或者设计论。那么如果对于这些最基本的物理常数，自然选择解释不了宇宙微调现象，那是不是说目的论又赢回来了呢？那这个宇宙必然是被更高级的智能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吗？关于这个无神论者和目的论者之间的反复过招咱们之前那期探讨上帝存在的证明与反驳的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出门左转复习那期的内容对于宇宙微调现象的解释那期节目的弹幕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总在提，但我那一期没有介绍的说法我们可以在这一期节目里面重点说一说，那就是人则原理。人则原理或者叫做人存原理是一个物理学、宇宙学和哲学交叉的学说这人则原理旨在解释为什么宇宙具备某些特别的特性，使得人类能够存在并观察宇宙，其实也就是用来解释宇宙微调的。人存原理的核心思想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必须与我们人类存在这个条件相兼容换句话说呢，就这个宇宙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精妙的秩序精妙到好像就是为了演化出人类而被预先设计过，那是因为如果宇宙不具备这样的特性我们人类根本就不会存在，于是就不会进行观察，就不会有人问出为什么宇宙如此精妙这样的问题。人则原理呢，还进一步分为2个版本，弱人则原理和强人则原理这个弱人则原理就是说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必须与观察者存在这个条件相兼容。这个弱人则原理并不预设什么前提它只是陈述了一个观察者选择效应或者选择者偏差这就类似于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观察到宇宙精妙的秩序是因为我们是幸存者，如果我们没有幸存下来的话，就不会有人感叹宇宙的秩序如此精妙了。这个弱人则原理是反对设计论证明的这个宇宙并没有被有目的的设计过，你之所以觉得这个宇宙的秩序好像是为了观察者的出现而被刻意微调过，是因为你这个观察者已经存在了，如果不存在你这样的观察者，根本就不会存在宇宙微调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弱人则原理也遭到不少批评，就说呢，它是一句废话，它表达了一个逻辑上没毛病，但其实没有解释任何现象的万能说法。就是我们问为什么宇宙的秩序如此精妙的适合人类存在呢？你回答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人类存在了。这个回答只是一句逻辑上没毛病的话，但不是科学解释，它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因为它没法证伪，它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宇宙的秩序如此精妙这个问题这么解释肯定没错，但你说了等于没说。由此呢，有些学者就偏向于一种强人则原理，它不同于弱人则原理的它是试图正面回答宇宙微调了，就是为何宇宙的秩序如此巧合的适合出现观察者呢？强人则原理回答说，宇宙的性质必然是允许智慧生命的出现的。这意思就是说宇宙有一种安排或者设计，使得宇宙必然或者至少更倾向于有智能的观察者演化出来。
那本期节目接下来呢，就先来介绍一种强人则原理对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的回答啊。本期节目说到这儿呢，都算是开题啊。那现在呢，我们终于把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这个问题的前情提要给说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我们来介绍对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这个大问题的第一种回答，一种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强人则原理的回答。每次读到这个强人则原理啊，就说这个宇宙啊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就会使得观察者演化出来，从而使得宇宙自身被观察到啊，我就难免会联想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今天这期选题啊，终于可以拿黑格尔哲学来说强人则原理啦。这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就说呢，这个世界上啊，肯定有一个绝对的、必然存在的本质性的东西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绝对的、必然存在的本质性的东西存在，那么现象世界里面的纷繁无杂的万物啊，根本就不会存在。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绝对的、必然存在的本质性的东西就是精神啊，所以人们都说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嘛。世界的本质是精神啊，这个精神的德语原文是 Geist。这个精神呢，一开始是以逻辑蓝图的方式存在于概念之中的，然后呢，它辩证发展，否定了自身，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异化了自己。于是精神性的概念外化为物质世界啊，差不多也就对应于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吧。物质世界诞生的，于是便有了自然史。然后呢，这个自然世界变化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演化出人类。于是历史就进入了人类文明史，然后人类文明呢，就必然会演化出一种精神追求，就忍不住要在哲学上追问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宇宙万法的源头是什么？最终人类发现终极答案就是原来这个宇宙的绝对的本质就是精神。因此作为宇宙绝对本质的精神，就通过人类的精神认识了自身，达成了一种精神的自我认识。绝对就由此实现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就是精神通过人类精神的形态认识自己。人类才发现原来我的精神和作为宇宙的绝对本质的精神是相通的，它们就是同一种东西。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人类就是绝对精神的代言人，所以人类这个代言人，这个观察者，这个反思者就必然会演化出来，宇宙的本质必然会通过人类的观察和反思而实现出来。这么说黑格尔的哲学可能太抽象了，不要怕啊，我们结合着黑格尔的一本介绍他自己整个哲学体系框架的书也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全书》这本书来说这本《哲学全书》的全称是《哲学科学百科全书》。这本书分为3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我们先说逻辑学。这个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逻辑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形式逻辑或者推理规则这个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本体论这个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本质的学问，研究的是一切存在的最根本的结构。因为宇宙的本质是精神性的嘛，早在物质世界和人类诞生之前作为宇宙的本质的精神早就有了逻辑蓝图了这就相当于上帝在创世之前的蓝图这个世界会实现成什么样，上帝早就有主意了当然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面讲了一大堆特别底层的概念性的规定先是存在论，然后是本质论，然后再是概念论，然后这3论里面还有各种各样底层的概念规定这具体是啥，我们这期节目不必详细讲大致可以理解为关于这个宇宙的底层代码这个底层代码呢必然会跑起来，这个底层代码一旦跑起来，就形成了这个世界的历史。这就说明这个世界的历史包括自然史和精神史会怎样发展从一开始早就设定好了。这个逻辑蓝图，这个底层代码必然会实现出来，逻辑必然会外化为历史，这就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所谓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这意思就是说逻辑蓝图必然会外化为历史现实，因为早就安排好了。首先，精神性的概念会外化为自然世界，这就进入了自然史也就是自然哲学这一部分这里也就是各种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了包括星球的力学运动也包括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是怎么演化出来的。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用逻辑推演出了从物质到生命到动植物，最终到人类演化发展的必然序列。自然哲学的终点就是演化出能够产生意识活动的人类，自然界的最终目的就是演化出人类精神。这就进入了精神哲学的领域了。
当然了，在这个精神哲学领域内啊，也是一通辩证发展啊，先是主观精神，然后发展到客观精神，最终经历了艺术和宗教的阶段，最终达到了哲学这么一个人类精神的最高阶段。人类从哲学概念上终于理解了宇宙的绝对本质，其实就是精神本身。同时，作为宇宙的绝对本质的精神，也就借由人类精神活动认识了自己。最终，这个精神哲学讲的就是这个异化了的精神理念，通过人类这种智慧生命的精神活动返回它自身，从而达成自我实现。所以我们回看哲学全书这三个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精神理念自我展开成为绝对精神的三大阶段。在第一阶段，绝对精神是潜在的；在第二阶段，绝对精神是意在的；在第三阶段，绝对精神是现实的。精神理念从自己的逻辑出发，异化为自然世界，最后通过人类精神回归自我。这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闭环。这就好比呢，精神理念他想要认识自己，于是下凡变成自然，再借助人类精神重新回到他自己那里。下面我来念一段张志伟老师主编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一段描述对黑格尔来说，这个艰苦漫长的探险旅行既是精神的伊利亚特，也是精神的奥德赛。它不仅是人类精神远赴他乡，寻求关于绝对的知识的征程，同时亦是精神回归其自身，认识自己的还乡归途。因为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自己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所以人类精神并不在绝对之外，不是说它就是绝对的代言人。因而当他认识了绝对之时，也就回到了自身之内。这意思就是说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归根结底其实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就是我们人类自以为自己在哲学上探究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宇宙万法的源头是什么以为仅仅是我们自己在那努力的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殊不知我们在精神上的认识活动其实是这个宇宙的绝对本质的自我实现。我的精神就是宇宙的本质。在黑格尔哲学这里，认识论就是本体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爱因斯坦的疑问，宇宙的最不可理解之处是它居然能被理解，宇宙能被理解是个奇迹。如果站在黑格尔哲学的角度来回答爱因斯坦这个疑问这个宇宙之所以能够被我们人类的精神所理解是因为宇宙的本质和我们人类的精神从一开始就是同一的，思维和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同一的，本体论从一开始就蕴含了认识论。如果打比方来说就是上帝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上帝创世前早已预设了人类能够认识他。好，大概介绍完黑格尔的哲学我们说回到强人则原理这黑格尔的哲学在这个语境中就是一种典型的强人则原理。宇宙为什么会出现观察者？因为宇宙的本质就是精神，而宇宙的目的、宇宙的使命就是要演化出能同样产生精神活动的人类，从而在人类对宇宙的观察中达成精神的自我实现。因此，观察者的出现是必然的，宇宙必然会被观察。好，介绍完黑格尔版的强人则原理，那这时候呢，演化论者就坐不住了。他们批评说就这个黑格尔的哲学完全就是自说自话虽然显得逻辑上很自洽形成了一个特别圆融的哲学体系各个部分呢都还是相通的思维就是存在，实体就是主体，逻辑就是历史，本体论就是认识论，辩证法这个方法论就是内容本身，等等等等，显得很圆融自洽。但是这完全就是自说自话。你黑格尔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宇宙的本质就是精神然后精神辩证发展的目的呢就是绕一大圈以后然后自我实现。但是你凭什么给宇宙预设这么一个目的呢？宇宙凭什么是有目的的呢？那这时候呢，反对演化论的人就站出来说了，你们演化论又要上演反目的论的传统异能了是吧？咱们之前不是已经说了吗？自然选择解释不了宇宙微调，你们演化论给出了自然选择逻辑，不是之前已经被宇宙微调废掉武功了吗？那这时候演化论者回应说，不对，我们现在是升级版的演化论的，我们通过引入一个新的学说，就又能把自然选择这套武功练回来，继续鞭打宇宙微调层面上的目的论啦。这个学说就是多元宇宙。而引入了多元宇宙的演化论，又提供了一种可以正面回答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的弱人则原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这种弱人则原理版本的回答。在这里插播一段会议说明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呢，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
那有人就问了，哎，夏先生，那你关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别总做个不粘锅，没一点个人观点啊！哎，如果想了解我对于这些问题的个人观点呢，欢迎扫码加我的个人微信，哎，我就会把我对本期大问题的个人看法发个朋友圈和你探讨交流，并且呢，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平日里个人的思考和心得分享一些我不好意思在平台上说的话算是我的个人专栏吧。好，会议说明就解释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这个演化论的自然选择逻辑天然就是一种弱人则原理也就是反目的论，不预设目的。宇宙本身没有目的，没有设计。你之所以觉得宇宙如此精妙只是一种观察者选择偏误或者幸存者偏误。这个自然选择是一种试错的逻辑，就是说呢，你看得到的是被试错筛选下来的宇宙显得十分精妙，但你没看到的是那些在试错算法中被淘汰出局的那些牺牲品。所以呢，你如果只是从一个马后炮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精妙的宇宙，试图为这份精妙找到一个目的论的解释，这只是幸存者偏误。而这种演化论的解释是一种典型的弱人则原理。不过呢，我们之前在介绍宇宙微调的时候说过演化论可以解释生命的演化，也可以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化，但是物理规律和物理常数是自从宇宙诞生起就是恒定不变的，所以自然选择解释不了宇宙最基本的物理常数为何如此精妙。但是呢，这时候演化论升级了，他首先承认即便我们承认最基本的物理常数是自从宇宙诞生起就是恒定不变的，没问题，但是呢，自然选择依然可以对这些不变的物理常数起作用。那怎么起作用呢？之前提过物理学家们在试图找到一个大一统理论，其中呢有一种 M 理论就是候选之一这个 M 理论呢，其实也就是美剧《生活大爆炸》里面 Sheldon 早期研究的那个超弦理论这个 M 理论呢，也是霍金在《大设计》这本书里面狂吹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呢，就是支持多元宇宙的。这怎么说呢？就说咱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也并不一定非得取这样的数值。那么为什么恰好的取了这样的数值呢？因为 M 理论允许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物理常数的组合套餐大概有10的500次方这样的组合套餐那么这些不同的组合套餐也就对应着不同的平行宇宙，在不同的平行宇宙里面呢，也就有不同的物理常数，因此也就有不同的物理规律比如说呢，在有的宇宙里面空间就不是三维的比如说呢，在有的宇宙里面上夸克就比下夸克的质量更重，因此呢也就没有化学反应。所以这就造成了在绝大多数的平行宇宙里面是没有演化出智能生命这样的观察者的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也只有在极少数的宇宙中，物理常数的套餐组合恰好适合演化出观察者，而我们就恰好生活在这个极少数的宇宙之中。所以说并不是一个有目的的设计或者理念微调了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你看得到的是我们这个宇宙里的物理常数特别巧合的符合了智能生命的演化条件但你没看到的是绝大多数的平行宇宙一片荒凉。确实呢，物理规律在某个特定的宇宙里面没法演化，但是咱们这有多重平行宇宙，不同的宇宙有不同的物理常数所以自然选择对物理常数又能发挥作用啦。这就是多元宇宙对微调现象的解释当然关于 M 理论或者超弦理论我们这里没必要详细科普它更多牵涉到一些数学计算我们这里需要了解的关于多元宇宙的一些哲学意涵，就是说呢，这个演化论加多元宇宙学说对本期大问题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的回答呢，它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演化出观察者并不是一种必然，宇宙自身也并不是有一种内在的倾向说要被观察。这黑格尔版的强人则原理认为观察者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而演化论加多元宇宙学说则告诉我们，我们人类这样的观察者的出现仅仅是一种偶然，我们人类的出现就仅仅只是巧合，那巧合就是巧合，不需要自作多情的附加什么目的论的解释，我们的出现只是偶然。好，介绍完演化论加多元宇宙版的弱人则原理，这时候呢，有另一帮人坐不住了，就说你们演化论者认为这个人类的出现只是偶然搞得你们多科学多革命多反目的论的样子。但是呢，你们演化论反目的论
反的还不够彻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演化论还是暗含了人类的智能的出现啊，是有一个试错迭代的过程啊，就是从单细胞生物演化到多细胞生物，再演化到海洋生物，再演化到陆生生物，再演化到哺乳动物，最后再演化到咱们人类啊，有这么一个40亿年的试错迭代过程。而如果再往前倒腾啊，还有一个130多亿年的更久的演化迭代过程啊，也就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到宇宙演化成一锅粥，然后到原子的出现，再到恒星的出现，再到行星的出现，再到生命的出现，这么一个又是漫长的演化迭代过程。虽然你们说这个演化迭代过程是没有目的的，但是你们演化论啊总是舍弃不掉这么一个漫长的并且是累进式的演化迭代过程，还是暗含了一种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就是隐隐约约啊还是有些目的论的残余在里边。这说明你们演化论者啊革命的还不够彻底。这观察者的出现啊不仅仅是偶然呐，它甚至就只是随机的，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么一个累进的演化迭代过程。这个有意识的观察者极大概率是一个波尔兹曼大脑。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种对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的回答，一种反人则原理的回答。这个人则原理啊，无论是强人则原理还是弱人则原理啊，都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正在被观察者切切实实的观察着。但是呢，主张一种反人则原理的波尔兹曼大脑学说认为，这个观察到宇宙的这个有意识的大脑呢，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大脑，观察者观察到了这个宇宙只是一场幻觉。哪有人听了会觉得又扯缸中之脑是吧？你们这个哲学节目离开缸中之脑这个选题就没法做下去了是吧？不是的啊，这波尔兹曼大脑啊和缸中之脑啊是完全不同的学说啊。这个缸中之脑就是说呢把你的大脑取出来泡在一个盛满营养液的缸里面，然后通过电极和一台超级计算机相连接然后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就会给你的大脑模拟出非常逼真的体验，让你以为你真的就活在真实世界之中一样啊。这个缸中之脑啊是一个由哲学家开脑洞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啊。但是呢，这波尔兹曼大脑学说啊，它就不是由哲学家开脑洞提出来的喽，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是由19世纪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兹曼最初提出来的，后来呢，又经过众多科学家的进一步探讨和丰富，是主流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主流的科学界并不会主张我们就是波尔兹曼大脑但是哲学家可以拿这个说事儿。所以呢，要理解波尔兹曼大脑的哲学意涵，我们首先需要科普一下波尔兹曼大脑的科学原理。要理解波尔兹曼大脑的科学原理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重要的物理学概念，那就是熵。熵是衡量一个系统无序程度的指标这个熵越高，系统就越无序反之熵越低，系统也就越有序。根据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增定律，一个封闭系统的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那换句话说呢，封闭系统会逐渐趋于无序混乱这就意味着呢，宇宙整体会越来越无序，最终进入热寂状态。但是呢，统计力学告诉我们，即使在整体趋于无序的趋势下，局部也会发生一些小概率事件，也就是大量随机运动的粒子会突然形成一种有序的结构这种现象被称为热涨落比如说呢，一个房间里的空气分子正常情况下是随机且均匀分布的，但理论上它们有可能在某个瞬间随机聚集到房间中的一侧，使得另一侧几乎完全真空。除了经典物理的热涨落之外量子力学领域也提供了类似的涨落机制称为量子涨落。就是在量子力学中呢，真空它并不是一片虚无而是充满了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的粒子与反粒子对。这就意味着呢，即使是在真空空间，也随时可能涌现出复杂有序的粒子结构。虽然这种突然形成的有序结构呢是小概率事件，但只要给定无限漫长的时间，这种小概率事件会近乎必然发生。试想，如果宇宙无限大且存在无限长的时间，那么在某个瞬间，宇宙中某处随机运动的粒子完全有可能瞬间通过涨落机制形成各种有序的结构。比如瞬间形成一朵花的结构，比如瞬间形成一台智能手机的结构，甚至瞬间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大脑的结构。而这种通过涨落机制形成的大脑结构就是波尔兹曼大脑。
其实咱也不用特别理解这些物理学概念呢。咱打比方来说的话，什么叫通过掌握机制形成波尔兹曼大脑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这个宇宙中存在一种随机晃荡机制就跟这个摇骰子一样只不过摇的不是骰子而是物理粒子就这么摇晃，就这么晃荡，啪一下很快就非常巧合的晃荡出了一个每颗粒子都和人脑排布一模一样的波尔兹曼大脑了。注意这不是像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那样只是把大脑取出来然后连上电极因为连上电极的大脑是否能形成意识这并没有保障。而波尔兹曼大脑的形成是通过掌握机制形成的，它的每一颗物理粒子的排布和运动状况都和人类大脑完全一致。如果我们不是非要坚持一种特别极端的唯心主义的话，那么这么一个每一颗粒子都和人类大脑完全一样的波尔兹曼大脑，它就能产生意识。我们知道我们的脑皮层的排布脑神经的搭线都是随着外界信息的输入而有所调整的这就形成了我们当下的感知形成了我们的短期记忆以及长期记忆等等等等比如呢，你现在正端着手机收看这期节目，你听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这么一种好奇的感受，然后呢，你听我讲下一句话的时候又不禁回忆起的比如说上半年去海边旅游的记忆。你的这些感受记忆都伴随着一种大脑的状态。那这种大脑的状态呢还原到最底层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物理粒子的排布状态，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有这么一个波尔兹曼大脑，你不用真的给他端个手机给他看也不用真的让他上半年去一趟海边，从而留下记忆也就是说呢，你不用真的给他提供任何外界的信息输入，就是通过掌握机制在宇宙中随机晃荡，就正好晃荡出了一个有当下正在收看节目的感受，并且有去过海边记忆的这么一个波尔兹曼大脑了。这个随机晃荡出来的波尔兹曼大脑其实没有身体，没有童年，没有历史，可能它所在的宇宙里边没有生命，没有星球，没有化学，但是就在这么一瞬间，由于随机形成了这么一种特定的大脑结构，它突然拥有了一种自己是人类的感受，它突然有了童年记忆，有自己的父亲，有自己的母亲，有自己的女朋友，他感觉自己已经活了30年，他感觉自己正在收看一档谈论神奇宇宙的节目，他看着节目也开始感叹为什么这个宇宙秩序是如此精妙现在问题在于，同样正在收看这档节目的你，怎么保证自己不是一个波尔兹曼大脑呢？哪里听的可能会觉得好，这是科学家提出的学说我承认形成这么一个波尔兹曼大脑呢，在科学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你说我真的是个波尔兹曼大脑，这听起来也太科幻了吧？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一个听起来再科幻再小概率的事情，只要理论上是可能的，那么当空间和时间的尺度大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么一个再小概率的事情就是近乎必然发生的。那么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无限大。我们知道现在的宇宙是在不断膨胀的，而且在加速膨胀。如果这种加速膨胀继续下去，宇宙就会进入一种叫做德希特空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宇宙不会坍塌，也不会停止膨胀，而是会永远向外扩张下去，时间也随之无限延续。那这样的话，这就不是说在什么138亿年里面每天坚持买彩票就能中头奖这么一个数量级的层面了，而是在一种空间无限大、时间无限久的宇宙中随机晃荡出波尔兹曼大脑，这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要是觉得通过掌握机制形成波尔兹曼大脑的概率太小的话，那问题就在于，你既然说概率，那咱就要比比看，通过掌握机制形成波尔兹曼大脑与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迭代成人类大脑，哪个概率更小，对不对？这概率是比出来的嘛。只要通过掌握机制形成波尔兹曼大脑的概率大于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迭代出人类大脑的概率，那么关于本期大问题的回答，那就是波尔兹曼大脑赢了，对不对？当然为此呢，有的物理学家给了一大套数学计算我们节目里面就不说这些数学计算过程了，只说结论。通过掌握机制形成波尔兹曼大脑的概率是远大于通过自然选择形成人脑的概率的，是远大于，是数量级上的远大于。为什么呢？你想通过自然选择机制形成有意识的人脑它有一个漫长的累进式的演化迭代过程，而且这不是40亿年的生命演化历程而是要从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开始算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然后宇宙在极短的时间内暴涨，然后宇宙继续膨胀，到银河系形成，到太阳形成，到地球诞生，到生命起源，到生命进一步演化，到演化出神经系统，到演化出可以观察宇宙的人类大脑，这一连串的小概率事件。
当然了，我这只是方便节目展示才选取了这么一些小概率事件啊。其实这些小概率事件可以列出近乎无限多的。而且别忘了啊，你们演化论者为了解释宇宙微调，还预设了10的500次方的多元宇宙啊，这前面还得加个多元宇宙啊。从这么多的多元宇宙中爆炸出一个物理常数正好适合演化出智能生命的这么一个宇宙，这概率就更小了。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上述一连串漫长的累进式的试错迭代过程啊，是多极小概率事件的复合，是一环套一环的关系。而且这些极小概率事件必须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出现的呀。这就相当于啊，如果用张艺谋老师的话说，就是一镜到底，一点都不能错啊。但是你只要研究过大量的一镜到底还一点都不能错的电影以后，你就会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当然这是个专业的问题啊。简单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节奏啊。怎么着，宇宙大爆炸以后，唰唰唰，一系列极小概率的事件都恰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都跟提前约好了似的，都各自排上档期了呢？啊，简单举个例子啊，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啊，首先要经过10亿年才能慢慢冷却成为允许生命诞生的行星，再经过10亿年产生海洋、大气这样孕育生命的基本环境，然后还要经过20多亿年才能从单细胞的生命进化成人类这样的智能文明，而这差不多50亿年的时间都需要一颗稳定燃烧的恒星，而这种进入稳定燃烧阶段的恒星啊，我们把它叫做主序星，而我们这颗太阳的质量可以让它有100亿年的主序星阶段，而目前就正正好好的稳定燃烧了50亿年。如果恒星的质量太大的话，那么它的热核反应的速度也就越快，它的主序星阶段就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但如果恒星的质量太小的话，它散发出的热量又不够，那么地球就必须离太阳的距离更近才能获得足够的热量，而一旦地日距离更近，就会造成太阳对地球的潮汐锁定啊，也就是地球的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这个地球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太阳啊，就比如月亮就被咱地球潮汐锁定了一样，这就会造成地球上这一面永远是白天异常炎热，而另一面永远是黑夜又异常寒冷，这地球就是冰火两重天呐，就别说演化出生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着这个银河系形成以后，就这么巧的在对的时间和对的空间里面就形成了一个质量不大不小的太阳呢？然后紧接着怎么又在太阳系内形成了这么一个离太阳不远不近，有大气又有水的地球呢？怎么这么一切都卡上了点了呢？当然啊，这只是举了其中一个例子啊。总之，这一切小概率的事件都在对的时间和对的空间卡着点儿相继出现了。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你只要研究大量的一镜到底还一点都不能错的电影以后，你要么就导向本期节目的第一种回答，也就是强人则原理目的论，观察者的出现是被安排好的；要么你也别选演化论啊，你宁可相信目的论，也别选演化论啊。那如果你相信科学啊，你不想选目的论的话，那我们就回来算概率嘛。通过掌握机制形成波尔兹曼大脑的概率明显更大啊，因为波尔兹曼大脑的形成不需要预设如此漫长的累进式的一镜到底一点都不能错的这么一个宇宙演化和生命演化的历程。波尔兹曼大脑无需预设任何条件，它是直接通过掌握机制零针起手就能直接手搓大脑。而且这是在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中通过随机晃动的方式形成大脑结构哦，是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哦，它不是在什么138亿年里面每天抽奖哦，而是在比如说9999999的100亿次方亿年里面随机晃荡出了个波尔兹曼大脑。而且不是晃荡出了一个波尔兹曼大脑哦，这不是每天只能抽一次奖哦，宇宙空间无限大，任何局部空间都有可能随机形成波尔兹曼大脑，那这个概率真的就是在数量级上的远大于通过累进试错迭代成为人类大脑了。而且即便我们不否认就是通过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人类大脑是可以存在的，对吧？还是这个逻辑嘛，就是哪怕是再小概率的事情，时间够长就总能实现。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通过掌握机制形成波尔兹曼大脑的概率要远大于通过自然选择演化出人脑的概率，那么在宇宙中波尔兹曼大脑的数量它也是数量级上的远大于人类大脑的数量，对不对？你这个道理能明白吧？然后基于若无差异原则这个若无差异原则也可以叫做是平庸冷漠原则。简单说就是不要平白无故的就觉得普通的自己就是那个欧皇，在没有其他信息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你是不是波尔兹曼大脑的主观知信度就应当是统计出来的算术平均值。我们既然已经算出在宇宙中波尔兹曼大脑的数量在数量级上远大于人类大脑的数量，那么你对于自己是一个演化出来的人类的置信度就是0.000000001%，也就是说你可以断定自己近乎必然就是一个波尔兹曼大脑。
而且啊，如果承认演化论者预设的多元宇宙，这反而更能进一步提升玻尔兹曼大脑的概率。这怎么说呢？就这个多元宇宙呢，是演化论者为了解释宇宙微调这个 bug 啊提出来的啊，说是在10的500次方的平行宇宙中啊，我们就恰好生活在其中一个恰好允许智能生命演化出来的微调宇宙中。但是玻尔兹曼大脑的形成啊，就不需要这么恰好。即便在物理常数被设定的没有生命、没有星球，甚至没有化学的荒凉宇宙中，只要存在涨落机制，那就可以形成玻尔兹曼大脑嘛。我们生活在这种荒凉宇宙的概率，也是远远大于生活在一个微调宇宙的概率的。好，现在我们知道了玻尔兹曼大脑出现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演化出人脑的概率。那么对于玻尔兹曼大脑呢，也是有人提出批评的，就说这个玻尔兹曼大脑是通过涨落机制瞬间形成的，它一般呢也只能维持几秒甚至几毫秒的很短的时间，因为这个熵增定律嘛，瞬间形成了玻尔兹曼大脑的结构以后呢，由于没有稳定的外部能量支持，各个粒子又会回归无序状态。那么呢，只要我能有意识的体验，比如说超过30秒或者1分钟的时间，那我就能证明自己不是玻尔兹曼大脑了。当然，对于这个批评啊，是可以回应的。这第一呢，就是你这个所谓的连续的体验是真的连续吗？还是说啊，这个玻尔兹曼大脑在这短短的几毫秒的过程中，给造成了一种错觉啊，就好像你已经连续体验了几十秒，甚至几十年了呢，对吧？就类似于天上一天，人间百年。那第二呢，即便形成一个稳定存在几十年的玻尔兹曼大脑啊，这个由于熵增定律呢，这概率要远远低于形成一个只存续几毫秒的玻尔兹曼大脑。但是还是那个道理啊，就别忘了宇宙空间和时间无限大，这么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也并非不可能啊。关键还是看它和自然选择演化出人脑比起来，哪个概率更小。好，介绍完玻尔兹曼大脑的科学原理和它的概率大小以后我们说回到对本期大问题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的语境中来啊。我们之前介绍的人则原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论是强人则还是弱人则，他们都回答说观察者必须出现在适合智能生命生存的宇宙之中，而玻尔兹曼大脑学说则告诉我们，观察者可以出现在任何具有涨落机制的宇宙中，而根本无需一种能够支持生命的环境。这就是说呢，在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星球、没有化学的荒凉的无序的宇宙中，我们正在幻想这个宇宙是有序的。强人则原理告诉我们，宇宙为了产生我们这样的观察者而被微调过，而玻尔兹曼大脑告诉我们，宇宙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出现而提前安排好了一切。弱人则原理告诉我们即便宇宙没有为了我们的出现而提前安排好一切，但我们人类的存在呢，依然说明宇宙的秩序很精妙。而玻尔兹曼大脑告诉我们，我们以为自己存在，但我们的存在只是孤立的一次幻觉事件。我们没有历史，没有身体，没有环境，没有未来。我们以为我们虽然终将离去，可至少我们来过呀。但其实我们从未来过，我们只是涨落造成的梦幻泡影。这就是玻尔兹曼大脑学说对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给出了一种反人则原理的回答。我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这个宇宙很有序，因为我们其实并不真实存在。好，介绍完玻尔兹曼大脑学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分享了3种对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这个问题的回答。简单总结一下，一种主张强人则原理的黑格尔哲学认为，这个宇宙的绝对本质就是精神，宇宙的使命就是演化出同样能够产生精神活动的人类，从而在人类对宇宙的观察中达成精神的自我认识。因此，观察者的出现是必然的。一种主张弱人则原理的演化论加多元宇宙学说认为，观察者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之所以会出现人类这种智慧生命完全是出于自然选择的试错机制而迭代演化出来的。一种主张反人则原理的玻尔兹曼大脑学说认为，观察者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个宇宙很有序，因为观察者有极大概率是基于涨落机制而随机形成的玻尔兹曼大脑，宇宙的存在和自我的存在都是幻觉。今天介绍的这3种对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这个问题的回答，你更认同哪一个呢？请在评论里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关于宇宙为何会有观察者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宇宙本身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宇宙是一个荒凉的宇宙。但问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
竟然有个我在这个宇宙之中啊。于是一个终极大问题就是，我为何会出现在这个宇宙之中？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好像天然就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解释自己缘何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接受自己是无缘无故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或者说我们无法接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出于冰冷的偶然。我们希望自己的存在是有个安排，有个目的的。确实呢，在时间上是先有了这个宇宙，然后才有了我，但在逻辑上是先有了这个我，然后自带解释我缘何存在这个任务的我看向世界，反过头来去追问这世界缘何存在。于是回答我缘何存在系于回答宇宙缘何存在之上，仿佛这个宇宙的存在就是为了我的存在而铺陈的。这种为自己的存在找寻目的的倾向呢，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尤为明显啊。我就记得啊，在我6岁之前啊，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是在我出生那一天才出现的。在年幼的我看来呀，我是极其特殊的啊，这个世界的存在啊，就是专门为我安排的。在我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如果存在的话，它存在能有什么意义呢？它没有意义，我都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一个没有我这个观察者的世界，那还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吗？这个世界也只有到了我出生的那一天起，才获得了自身的意义。但是呢，伴随着我的长大，我开始读书、学习、接触他人，我才发现，好像这个世界不是专门为我安排的呀。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很可能只是这个世界中极其普通的一员。首先呢，我长到6岁以后去上小学，和同班同学打了交道以后，我才发现我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原来我和同班其他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然后等我上了政治课以后，我才发现我和同班的孩子都只是中国孩子，原来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等我上了历史课以后，我才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孩子还是外国的孩子，都是20世纪特定历史时期的孩子，原来我和历朝历代的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等我上了生物课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历史还可以往前追溯好几万年甚至好几亿年，我才发现我和其他孩子以及历朝历代的孩子都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原来我和小猫小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等我上了物理课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历史还可以往前追溯100多亿年，原来我和一块石头一朵云彩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头来我才发现我一点也不特殊，我甚至就只是尘埃。哎呀，知道这么些以后，我感觉好虚无啊。那这是不是说，随着我们认知的不断扩展，我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呢？这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宇宙完全是冰冷的物理规律在起作用，这个我的存在完全是出于冰冷的偶然，就像博尔兹曼大脑一样，我的所看所想皆是梦幻泡影，我的所谓的存在只是因缘聚合而生，因缘离散而尽，就好像天边的一朵云彩偶然被风吹成了花儿的形状，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不留任何痕迹。我们的存在好像没有目的，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即便是站在非目的论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巧合吧。无论是站在天文学还是站在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说幸运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就如同前面介绍的标准模型里面的自由参数组合，或者即便是波尔兹曼大脑，都是极其小概率的事情。生存是一个巨大的巧合，对于这种巧合呢，我们希望它有个解释，因为解释就意味着生存的目的嘛。然而问题在于，对于生存这种巨大的巧合，我们非得抛出一个独断的确定的解释，才能解决目的缺失而引发的虚无主义问题吗？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在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解读中提到在德语中 Denken 和 Danken 是同源的这个 Denken 的意思是思考， Danken 的意思是感谢，对应于英语中的 think 和 thank 的意思这就是说呢，思考、感恩、回忆、纪念是一回事儿。当我们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回忆一种传承，是一种纪念，是一种对传承的感恩。对于生存的巨大巧合，即便我们给不出一种确定的解释，但是我们对生存的思考也就是在感恩生存，思考和感恩本身就是生存的意义。我们都是这个宇宙传承下来的产物，
其实啊，我们可以这么想啊，就是我们都有妈妈，对吧？我们的妈妈也都有妈妈，我们的妈妈的妈妈也都有妈妈，再往上追溯，也都还是有个妈妈的，对吧？这个回溯啊，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妈妈可能就不是个人了，而就是个猴一样的动物了。再往上追溯，可能这个猴都不是个猴了，我们的妈妈就是个爬行动物之类的存在了。再往上追溯，这个妈妈可能就是那个生命始祖，那个所有人、所有生命的妈妈了。其实这个妈妈还是有妈妈的。再往上追溯，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的妈妈可能就是某次恒星燃烧而产生的物质元素了。说到后来，其实我们本是尘土，我们的一分一毫，我们的身体里和大脑里的每一粒原子都是来自于这个宇宙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和这个宇宙合一的，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我们也极其特殊，我们就是这个宇宙。好，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